很多人都說一生一定要坐一次火车去西藏，但这趟被称作天路的旅程，真實的體驗到底怎麼樣？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封閉車廂裡待上幾十個小時，究竟是眼睛的天堂，還是身體的煉獄？為了揭開這個謎底，這一次我們挑戰全程1956公里的青藏鐵路，我們將翻越昆崙山，穿越可可西里的無人區，跨過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口，最終抵達拉薩。我們記錄下了窗外世界屋脊的極致風光，也看到了這趟列車內最真實的生活百態。坐火車進藏真的像傳說中那麼美好嗎？跟着我們的鏡頭，答案就在這條天路之上。在這邊坐火車都需要過安檢。过来，往這邊來。漏了。哦，還是棒了。啊，是這個。改一下。哎，水呢？水，小雨，把水给你测一下。水给你检一下吧。检一下。哦，这么高科技，这能检出来是吗？哎呀，好狼狽呀！哦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厅哈。小雨，狀態不佳。對，好冷啊！我這個大廳好大呀。這邊呢2000多米的海拔，我們兩個人現在都有點心跳加速，然後感覺小雨還有點頭疼。現在這邊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走，你看我的心臟跳得很快，然後我就慢慢的一點點的走。西寧站的大廳，它這兒有到全國各地的火車，包括我們的這個去拉薩的火車都是從這兒走。哇，這邊人好多呀！對，這邊還有好多按摩椅呢，你看，成排的，哇，這人好多。連座位都沒有了。招商，全是招商，全是廣告招商。大廳我現在能看到充電的地方就是這兒，給手機充電。座椅上是沒有給手機充電的地方的，我去看看能不能充電。我有一個，不是以前的那邊嗎？還真的都滿了，這邊也滿了，好吧。這邊有一些花錢的充電寶。正常的，夏天氣。好，現在是8點40，我們距離登上去往拉薩的火車呢，還有1個半小時。對，然後呢，但是我們現在有很多要焦慮的點。對，因為我們買的是軟臥，這個軟臥呢是4個人一間，然後呢，我們當時選的本來是1個上鋪1個下鋪，但是下鋪沒搶上，就只有上鋪2個上鋪，對，全爆滿。對，所以說我們是跟其他2個陌生人住一個房間的，但是也不知道下鋪會是什麼樣的人，不知道是這種就是學生啊，還是就是那種摳腳大漢呀？對，希望呢。是個比較愛乾淨的學生，而不是摳腳大漢，對，抽煙喝酒的，是吧？對，就是那種打呼嚕啊、磨牙的那種，然後氣味比較濃郁的。對，然後還有呢，就是我們這一程是全程都在5000米以上的這個海拔，雖然這個火車上面有氧，但是呢，我聽說別人還說是會有接一個管子。對，它不是它可能是接管，不是那種整個車廂有氧氣的那種。不知道，我只能上去再說。對，只能再看了。還有一個就是我的這個過敏鼻炎，大家也聽出來了，我的嗓子其實現在有點失聲了。我的過敏鼻炎在來這之前幾天就犯了，然後到現在更嚴重了。過敏鼻炎導致我的高反又更嚴重了，所以說我現在的心臟跳到這兒了，已經，我就一點不能動，只要一動我就非常心慌，所以說我就只能是盡力的去拍。如果大家覺得我有的時候會有點沒精神，可能也多多諒解。對，就可能是就是缺氧了。所以說我們這回呢，我們的目的呢，就是我們要如實的記錄下來我們這一趟行程，所有看到的所有的感受。對，好吧，那我們一會兒就
還有半個小時，1個小時就準備登車。OK， 非常緊張，突然間叫登車，但是其實我非常奇怪，廁所裡沒有任何的廣播，廁所裡廣播只有不許抽煙，一直重複不许抽烟。然後你给我發微信，我收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打个電話也沒收到。哎，是不是在這兒就？啊，對，給我。啊，刷身份證過，走。哇哦，這就是我們的綠皮火車嗎？哇啊，對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謝謝。哇哦，好長啊，這個車。啊，14、13，咱們是11。哦，咱們11。那咱們離車頭，哇，咱們離車頭還稍微遠一點點啊，感覺，你看。這邊在國內的這邊坐火車是有抽煙的區域的，是這樣看吧？對，咱倆也可以拍照。來，11啊，這是11，咱先上前面拍個照吧。哎，摸一下我們的綠皮火車，這我都從小好像就坐過一次。你好，哦，還要查身份證。我們倆是挨着吧？嗯，是挨着。好的，謝謝。哇，啊，裡邊不能拍。他是說了一句裡邊不能拍嗎？啊，有點搞笑。哎，那就是這兒。啊，就這兒啊？哎，好哎，他這沒有椅子是吧？那兒有一把，那有一把，對。是，哎，好。哎，下面沒有人嗎？還沒人嗎？是還沒人。哦，哈，哎，你看這個座位。對，是那個藏族的那個感覺哈，對，那個花紋，對，經幡，他們的藏袍就這個紫色加這個穗兒啊。我們倆是2個上鋪，現在下鋪還沒有人。對，下邊沒人。香蕉水。難道沒有人來嗎？我們一會兒研究怎麼爬上去。哦，這兒有一個扶手，哦，這是門的那個，對。這兒有一個燈的梯子。哦，腳踏是吧？對。OK，這還有燈。哎，這個燈怎麼沒有用呢？這個。哦啊，只有這一個。哦，是。上面怎麼那麼多被子呀？是不是上下都就是上下的被子呀？有可能。你看，應該是因為它這兒有2個枕頭，這是2個枕頭，這有2層被子。啊，下邊你看下邊沒有，是空的。對。現在下鋪還沒有人來哦。太好了。然後我們看我們進來之後，就我的這個寬度啊，這麼寬。是。然後呢，下邊是2個下鋪，都可以睡覺的。然後2個上鋪，這是軟臥才能是4個人一個，如果是硬臥的話就是6個人。哦。它會更擠。哦，就這還有一層。對，就是上中下。對，據說硬臥的就是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就是直起身來。哦。哎，是車在動嗎？沒有。沒有。然後呢，這邊有一個大窗戶，就看景色的時候，如果訂到臥鋪的下鋪的話，就能直接看到景色，特別的好。是啊，然後呢，他把這個被子什麼的，我看現在這被子看起來還是挺乾淨的。然後呢，看起來還行哈，看起來還可以。而且我聞屋裡好像也沒有什麼臭的味道。對啊，是沒有味道的。是我覺得還好。然後這邊上鋪的欄杆也有，然後你看下鋪感覺還挺大的。是，下鋪是有燈的。是，上鋪有沒有？上鋪好像也有一個單獨的燈。對。然後它還有一個，每個人都有一個衣架在這邊。然後呢，下鋪爽。對，但是一般像我們說住上鋪，可能就不會坐人家的下鋪了。應該是不太好意思，可能也不太喜歡。是，這邊有一個小座位。對。看看這個座位，看看自己回彈啊。然後我最關注的一個事情就是它有沒有插電的。現在找。對。有沒有可以充電？哎，這有一個插線板。在這兒呢，一個小的。好黑啊，這。確實是有一個，那就一個。有點擠了。對。哦。你們都放完了是吧？對，我們就背包。對啊。OK，我們的室友來了。是不是有點熱了？熱了，這裡邊還挺熱。裡邊挺暖和的哈。這個地方有一個充電口，對。然後我再往前看看。哦，這邊就是都是椅子，這邊都沒有充電口。哦，這兒還有一個充電口。那隔得挺遠的呀。我的室友已經開始擦玻璃了。就是為了明天直接到那個最美的景色，是吧？
我们倆終於登上這列去往拉薩的火車了。其實小雨，我在很多年前有一次差點登上，是因為臨時我一個跟我一塊去的人臨時不敢去了，他怕高反，然後我們倆就一起把車票退掉了。然後我就很多年就沒有坐過這火車，然後這回和你一起坐。對，我們之前其實去過幾次拉薩了，但是呢，這次是第一次坐火車過去，是，而且我們已經也有個1-2年沒有去過了。對，所以說今年很有可能高反，我覺得。對，但是我們這回是這個坐火車的體驗啊，是穿越咱們沒走過的路，是青藏線，而且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線，而且經過的是人跡罕至的無人區可可西里。如果幸運的話，我們還能看到藏羚羊。好吧，那我們就進房間了。現在我們的室友已經到了，就是如果不坐他們的床鋪的话，就外面沒有而且他們倆就說你坐，剛才就直接說坐。是。明天換車頭大概在幾點？凌晨4:03分。4:03。哦，那很早哎。真早啊！會極冷吧？我估計。你想看嗎？看呗。4:03，我去了，謝謝。说当旅客身體出現不適時，由列車員開交使用，這是一個供氧口。它需要有那個磁力的應該鑰匙，可能打開才行。對。但是我看那床頭也有，每個人床頭都有一個這個。都上車了，要開車，馬上要開車了。然後這是接熱水的地兒是吧？對。然後你身後是扔垃圾的地兒。扔垃圾的地方。哎，關門了。關門。哇，我們要啟程了，去拉薩。你看一下裡邊，先看一下，我看到這沒東西，你再看一下。你看上面還有這個花紋呢。對，就像咱們就是平時家裡用那種門。對。不是，我感覺像農家院的門。對吧？是。哎，行了。哎，走了，小月。車走了，拜拜了，西寧。哇，車在發出吱扭吱扭的響聲。那車沒走吧？哎，這個車只到格爾木。還有到格爾木的車呢。就專列啊。西寧格爾木。那他們明天早上就到了。2位乘前2號公開之所，出發剛後這個想下去。全都要確認一下。坐便。坐便。好像啊，這裡頭。還可以啊。還有盆花呢。這是唯一的字樣的植物了。是。還行哈。那邊還有小水池子，像房車一樣。對。然後裡面有衛生紙。是嗎？對，有衛生紙。可以啊。但是沒有那個坐墊了。有那些有男女情難場，需要被迫趕進哪個雷動反應能問的，雷動只要哪裡出來，這邊核酸出口的，很謝謝。下面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本車廂設備及安全注意事項。我每個包房都會介紹的，大家再稍微包房再做一下每個包房都會介紹。OK， 折騰半天，我們終於已經找到我們的房間，並且還遇到了非常好的室友，我們聊了半天，然後說一說我們最開始對這個車的感受嘛，跟我們想的一樣，沒有足夠的充電口。因為我們自己帶了一個插線板，剛剛插上之後，想給我們的所有的設備，因為我們有很多設備充電，然後呢，被列車員發現了，說這個火車不能用插線板，只能是你直接插上去這種可以。哎呀，幸好我們2個人提前準備了这個充電寶，對，我們2個1人1個。這個充電寶是李森的這個充電寶，你看非常的薄。當時我想能帶倆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它首先它很輕，它是鋁合金的外皮，然後包括揣在兜裡都特別的輕鬆。它能給手機，至少我覺得咱們實測至少能2個手機，就是 iPhone Plus。對，你看它自己带一個線，因為有的時候我們經常會忘掉線，然後它就直接就插到我的 iPhone 上，就可以開始充電了。它是有一個百分比的一個提示，直接就告訴你是%幾。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富裕的 USB 口呢，我現在可以把我的相機的這個充電器 USB-C 也插在這兒，同時用這一塊給它充電。
所以說这回這個青藏線的火車有這充電寶絕對是特別關鍵的，因為今天所有的相機的電池都沒電了，所以說明天一早就想拍最美的風景了，拍不到了。对，而且它是3C 的。我们上飞机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把充電寶直接就扔到那個安檢的那塊了，就是它沒有這個 CAC 這個認證。對，其實是被沒收了。是被沒收了。那個工作人員還說呢，就你們2個人這個符合標準。對。然後想這個簡直太幸運了，所以說還得提前準備。水量大嗎？哦，温的，哦，烫了，可以啊，这有洗手液，是吧？哎，还有紙巾呢，嘿，然後這還有一扶手，你要晃你可以扶着，玻璃，啊，你看化妝燈，這燈還挺好。這有一個暖气啊，這還有暖氣。这很熱。是，我想象很擁擠，但是好像沒有什麼人，對吧？然後這邊就是過道，外面就是極寒啊！現在外面絕對特別的冷。發現整個這個火車的這個下部，這竟然都是燙手的，巨燙！就整個這一溜全是暖氣，知道沒有熱風，但是這塊特別的燙。現在播員已經把簾子都掛上了。這是上鋪所有的空間。你看，我現在上面放了好多東西，我要想辦法把它往邊上靠一靠。剛發現，竟然在這兒是一個行李艙，也就是說，我可以把所有的裝備都放在這兒，然後我的床就騰空了，可以把我的包放在這兒，然後我就可以坐在這裡了，有點喘。小雨在這邊，我們現在剛才看到海拔已經3000多了，現在正在經過青海湖附近。對，這個我們這個晚上10點登車呢，在西寧就是有一點就是看不到青海湖，這是有一點點遺憾。但是我們明天全天都在高海拔，我們都觀景。我還以為這個房間應該會透風涼呢，沒想到很熱。我覺得今天晚上應該能睡得還不錯，只要我不缺氧就行。但是確實挺乾燥的，這邊越來越乾了。對，但是我覺得這個枕頭好像，哎，它不是，它是蕎麥皮的感覺，像是。在我這個腦袋前方有一個緊急供氧口，但是必須是要跟列車員說，他才能給開啟。這個自己是不能開啟的，而且還要有一個輸氧管，這個我打算明天體驗一下啊。然後明天早上我要看換車頭，希望我能起來吧。對 ，OK， 那就睡覺啊，晚安。房間太熱了，感覺都不用蓋被子了。我的鬧鐘一排鬧鐘，3點。大白都可以坐起來，讓他坐起來頭距離房頂還是有段距離的，所以說這個軟臥的上鋪還是很好的，有很大的空間。神經。火車在深夜沿着青海湖的輪廓飛馳，駛過德令哈站，海拔躍升至2800多米，燥熱的車廂難以抑制的乾渴，高原的挑戰比預想中來得更快。早上我高反了，我們的列車馬上就要到格爾木了。有一宿其實睡得不太好，因為有的時候因為我們的這個屋子窗戶開着，有的時候會有一個探照燈照進來，巨亮的，然後就晃我一下，然後就會睡不好，可能還有一個高反的原因。所以我起來之後，先趕快喝了瓶可樂。高反的時候需要補充這個糖分，這個可樂代替葡萄糖。哇，喝完以後舒服一些了。乐高景桥其實也有很多人在這坐着，外邊挺熱鬧的，但是裡頭很安靜，確實是。而且我想說一下，這個住宿太熱了，我坐在上鋪，我熱得渾身出汗。就根本就睡不着，我就覺得我上火了。
才发现，其实很多人是在格尔木站下车呀。我凌晨4点下车，所以说他们都在这排队。我已经全副武装准备好了，跟着格尔木下车的人去格尔木站看看。现在是早上4点整。原来有这么多人在下车。我要去找车头，看看他换车头的样子。谁会像我一样去看换车头？换车头是那个焊木卡，这有高压。哦，有高压。别不打到。哦，那我应该离得远一些，是吧？你就大概站在这个位置。哦，这个位置哈。好的，谢谢。哇，你现在走起来好喘啊！然后还要去最那边，还有人在凌晨起来拍照。我在格尔木站刚出来，并没有感觉特別的冷。我覺得我現在這身衣服是可以的，感覺好像跟西寧也差不太多。我應該快到火車頭了。對對對，你也來了。哦，這個是現在用的是和諧，然後 H， 哎呦，天哪！從西寧到格爾木的車頭是和諧號，然後剛才它上面發了一個巨大的啪的一個電流，所以說剛才別人說的很對，讓離遠一點，不要打到，這是高壓電。天哪，有點暗啊！下面有一個工作人員在換車頭，哇，那他站在那個位置很危險啊，感覺。然後這個車頭就慢慢的開走了。在格爾木和諧號，然後就慢慢的遠去了。然後這邊呢，剩下一個沒有車頭的車。好了，在我身後呢，遠處的那個就是 NJ2的這個我們要上去拉薩用的車頭，這是一個內燃機的車頭。我現在站在現場聽的那個聲音跟剛才的那個和諧號都不一樣，發出一種低沉的那種轟鳴聲。它馬上就要應該是通過一種什麼方式開過來，就要掛到我們這列火車上。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啊！因為這個車頭已經在青藏線運行了20年以上了。說它的標誌性的就是這個翠綠色，還有上面寫着 NJ2， 美國通用公司製造的車，而且是雙聯。雙聯的意思就是說它有一個備份車頭，就如果在無人區的時候，如果有一個車頭有問題了，它就會用另外一個車頭也能把車帶出去。工作人員正在檢查，他應該是不讓我過來。我這是幾連啊？這車頭好像一大串。整個這個到那邊全是車頭，哇，這有好幾個，我大概數了一下，需要4個。要回去了是吧？好了，就算是拍完了吧。告別了格爾木站，列車呼嘯着在黑夜裡穿過昆崙山隧道，停靠在不動泉站。從這一站開始，我們正式踏入了這片神秘的荒原——可可西里無人區。現在是早上6點多，我不知道視頻能不能看得出來，我感覺我的嘴唇明顯的發紫了。早上起來之後，有很多人都高反了，然後就開始吸氧，然後甚至有的人就開始嘔吐。你怎麼了？穩定，現在盡量能少動就少動。你還好？就是呼吸有點感覺跟不上勁。我們又開始出發了。一個女生頭磕在上面了是嗎？我也不知道。是吧？她應該是這樣一晃，爆。可能就是磕上了，對，但是我們都不知道。現在火車上在發早餐，感覺然後特別像是那個醫院的病號房裡邊，就是說早上吃點什麼呀？喝點粥吧，稀的好消化。
現在在這列火車上的餐車，就是我們的早餐泡麵。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，就是我們幾乎都不許拍，只要列車員看到，就是什麼地方都不许拍，就只许对着窗外面拍，很奇怪啊。那只能一会儿有景色的时候拍外。对，我们现在先吃饭，可以拍他自己。现在西藏这邊天亮的好晚，現在都8點了，早晨8點了，外面一片漆黑。然後剛才我跟小雨2個人測的血氧，我是79、80，他是84，我們的血氧都挺低的。其實我感覺4個人住一個屋，其實那種隱私性還是差了一點。2個人住一房間會更享受這段旅程。冬日的青藏線第一縷晨光要到早晨9點才從地平線升起。我們正穿行在青藏鐵路最荒涼的腹地可可西里，這裡平均海拔4600米，是藏羚羊的故鄉，也是人類生命的禁區。窗外除了永恆的凍土和天邊的雪線，再無他物。隨着海拔的升高，我們因為缺氧帶來的頭痛感開始愈發嚴重。哦，出来了，太陽要出來了。房間裡有充電的設備沒？給我看一下，是不是沒有電了？哦，好，我收拾。太陽馬上就從身邊出來了。充着呢。有電是吧？我這也要打開哈。哦，打開就行。你過去自己插上就行了，你會吧？哦，這樣的，一人一根管。啊，一根管。你那個床頭有這個。哦。然後把它齊起來。床頭也可以用，這兒也可以用。對。然後沒有磁吸鑰匙，你把這標籤扣起來，往下洗就行了。然後這兒打個結，可以調大小。這打結是為什麼呢？調大小嗎？調大小。大了那不衝得很嗎？哦，好的。然後呢？啊，是這樣啊。然後你不調也行，要不然太衝了。然後這個呢？這怎麼用？這個放鼻子上吸就行，一直放到鼻子上。然後那個啥，不想吸的話，用這個 K 它，自己就出來了。哦。好舒服了。吸的是痛快。車廂裡現在已經有鼻塞式供氧了，你等於是收費了，所以說就是說你說那個吸習慣了以後到拉薩你就沒辦法，你就依賴了。好的。所以咱們現在還沒到唐古拉，中午12點多5072米的时候，然後唐古拉那會兒，那更多的人才会难受，是吧？我们會建議在那個地方頭疼惡心吸一下。好的。有個輕微的頭疼呀惡心，可以建議先不吸。忍一忍。家是摆的。收到了香蕉。是爱心香蕉。对。抵抗高反利器。现在我們的狀況十分的複雜，就時好時壞。對，一動就不行，一會兒好，一會兒不好。現在是海拔4500，而且一會兒還要翻唐古拉山，海拔5000多。在西藏就是眼睛在天堂，身體在地獄的感覺。4800了。對，因為我們整個就反正我們這個車廂吧，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熱鬧，大家該睡的睡，該躺的躺，對。還有吐的，有摔的。反正大家都是在抵抗這個高反。所以說以前說坐火車去拉薩，然後逐漸適應這個高原反應，其實是也逐漸不是特別的有利啊。對，其實火車你也沒法逐漸適應。對。它也是該上去就上去。而且長時間的讓你到達一個4000、5000的高。我覺得自駕反而是適應，因為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這樣。陽光終於要出來了，已經在山間有暖暖的晨光了，而且我們的火車馬上就要到一個站叫沱沱河。然後我剛才問了，說這站是不讓下。然後呢，現在的車廂內呢是有這個供氧的。
彌散式供氧，对，就是说会有一些比例小，然后但是你如果还是不行，就可以吸那个管的那种供氧，说这是集中式供氧，但是说不建议你用，你能扛最好扛，因为那个氧太纯了以后，你如果离開它，你就會更難受。不過我剛才試了一下那個吸氧，我感覺那個空氣突然就清新了，特別爽。對。那兒狼啊，那冰哦，冰上有狼，拍到了，孤狼，冰上那是走呢，是，那麼小一隻，特別小，對，孤狼嘛。哎，這是羊啊，羚羊啊，羚羊。这个窗户旁邊看外面的景色，然後偶爾會看到一些小動物，什麼羊啊，有的時候還有狼，然後但是你看到它的時候特別不明顯，因為它就小小的一隻，然後在那個黃土上，它的顏色也是黃的，所以你感覺你要使勁的看才能看到它，但是你能看到它的腿，然後有的時候它會抬起臉，然後看到這個火車。特別可愛，但是你一定要守在這兒，一直看着這個地面，有的時候才能看到一群。以後咱們列車就要挑戰世界之巔，就要挑戰自我了，要翻越我們全中國、全世界最高點這個火車站了，就是我們的唐古拉。這個海拔5072，相當於我們在雲中行走。在1919年民國時期，就由我們的國父孫文先生提出來加入建國大綱，經歷了3代國家領導人、3代鐵路工、3次鐵路工。有這麼多人上車？對。你掃一下也行，這邊有些。在翻越唐古拉山口前的最後一站，列車帶上了那些離家遠行的人，繼續向着海拔5072米的世界鐵路最高點攀升。唐古拉，蒙語意為雄鷹都飛不過去的高山。在這片土地上，生命似乎選擇了沉默。這裡沒有樹，沒有鳥，只有風蝕多年的凍土和萬年不化的冰雪。此時此刻，窗外是不足平原1半氧氣含量的極度嚴寒。而我們正坐在人類工程奇蹟的溫暖車廂裡，與這邊1萬年的荒涼擦肩而過。哇，好大的風啊！哇，天哪！我現在在安多縣，這裡是進藏的第一個縣。我們剛剛翻過唐古拉山，現在給我感覺這兒好大的風，然後這邊全是荒漠，然後颳的沙塵暴。
然后这邊有很多人下來緊急的吸煙啊，還好風很硬，風很硬。這都是當地人。天哪！哦，現在呼吸困難。錯不得，你得了人口斷腸的。我天哪，這絕對是無法生存的地方。天哪，那風太大了，而且我吃了一口沙子，就很硬的風，沙塵暴啊！咱別在這站着，小你趕快進去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這太冷了。9817到拉薩。上車往右走，上車往右走，9817到拉薩，別走錯了。我天哪！簡直是極限考驗啊！我天哪！哇，好多人上來，然後去拉薩。上車往右走，上車往右走。哇，呼吸困難，空氣稀薄。海拔4850，這裡海拔4850。青藏線。這就是青藏線實況，真實的青藏線的列車的情況。啊，小兵哥說神清氣爽了。哇，好大的風！到拉薩的是吧？嗯，对。那你跟我们这边走。我們是硬座的，硬座就是往那邊。就那邊。往那邊走，往那邊走。我天哪！9817实施車臨時乘備，車門關閉。有你們的一個床位的是吧？對對，最那邊那兒哈。然後我不是對面一個胖胖的姑娘嗎？哦。她的話吃完飯就要去吃飯。好好，謝謝啊，嗯。蘭州牛肉麵、香辣板麵。這是中午的套餐，單人套餐你看是一般都是98、88一份，然後雙人套餐120多、140多一份，然後都是那種菜，就看質量怎麼樣了。我估計好不了。還有全家福套餐200多塊錢，這應該就是中午吃的飯。這邊呢，這是早餐。早餐啊，你看醬牛肉、花生米、小菜什麼的，45一杯，就這樣的價格。這是牛肉的，40，雞腿35。這哪是牛肉？這個是牛肉，這是牛肉。這是涼的嗎？熱的。熱的。里面都这样了。这也太甜了。会出现哪些呢？会出现等等：头痛、头晕、胸闷、气短、恶心、呕吐、腹胀、腹泻、不胀气还有流鼻血。轻微的症状呢，会出现咱们的会出现。我們現在穿過唐古拉山，對吧？對。然後現在已經有點高反的這種反應了，開始頭疼，對，開始頭疼，然後有點喘。不過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這個車廂裡邊挺熱的，讓人感覺有點難受。對，風景也乾，對，荒蕪一片。就是現在好像沒有下雪，然後所以這片地都在刮沙塵暴。全都是這種，應該是防風的設施吧？你看好多這種濾網把沙子蓋上，然後還有很多的那種圍欄，就有好多柵欄，上面還有那種綠色的圍布。就是防風的吧？你看一層又一層，特別遠都有。防沙的。防沙的。列車運行方向右側所看到就是咱們的錯那湖，海拔最高的一個淡水湖錯那湖然後近期結冰了。錯那湖，它是應該立個牌子，寫一個錯那湖，我很想你。
你还能看见湖是那个颜色蓝的哈，对，好像能看见一点点。浪花还在那儿冻上了，瞬间的极寒。89了，你看，我们在实测这个吸氧确實能從82瞬間升到89，甚至90多。那我們剛才實測這血氧確實是能通過這個補氧機能迅速的回升。對，我剛第一次測的時候是80，現在已經89了。對，而且能上90多，還有你的嘴唇就沒有那麼紫了，就反了，真神了。對，其實缺氧的時候沒有那麼大感覺，但是吸了氧之後感覺真的好很多。是，你就感覺這人踏實了，整個人特踏實。對，但是我剛才頭疼，現在好像頭還行。哎，93了。93了啊。是，咱倆就換着吸一會兒，但也不能依賴它。對。我們現在到了那曲，看這寫了一個大紅字，看是什麼？挑戰極限，永勝一流，中國海拔最高市西藏，那曲市歡迎你。這就是那曲。啊，這邊下的人很多呀，依然是空氣很稀薄，但是好像風沙沒有剛才那站多了。在這邊都可以下來吸煙。實際體驗確實是從火車下來以後會更缺氧的感覺，因為車上確實有一些供氧。從那曲到拉薩是整個青藏火車之旅的最後一段，海拔從4500米緩緩地降到3600米，身體也感到輕鬆了一些。窗外依然是金色的冬日高原景色，雪山、牦牛、藏式民居，還有朝拜的人。終於，列車抵達終點，我們也完成了人生願望清單上的重要一項。這段旅程，我想我們會記很久。到站了，我們到了，到拉薩了，可以下車了。對，趕快檢查東西。現在是6點半。這是我的包包，看看外面冷不冷？看看外面。我們到拉薩了，也就是說完成了我們這次火車旅行。那大家看完所有影片呢，最後我還是要來分享一下我們這回回來的所有感受和這次旅行的叫 tips 吧。對，然後你的嗓音怎麼這樣啊？對，現在我在鏡頭前，大白在鏡頭後，然後我們倆的聲音都現在都變成這樣，有鼻音，嗓音都不太好，因為我們倆回來之後都病了。我要分享的第一個事情呢，就是高反是什麼？對，我們倆這次去就高反了。以前我們倆去過2次拉薩，其實並沒有這種感覺，但是這次高反特別的嚴重。我給大家分享一下高反什麼感覺吧。過去呢，我們倆高反的時候是真的是那種喘不過氣的那種，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是最嚴重的。你可能白天的時候沒有那麼大感覺，晚上睡覺的時候你會睡着睡着突然被憋醒了，就好像有人按着你的胸口。對，這回呢，我們倆沒有太多的那種憋氣的感覺，但是就是心臟比之前就是跳得更快了。對，就是我們倆靜息心率就當時已經達到了110多。對，就是118，你當時是？對，我還好啊。然後呢，就是我們只有在吸氧的時候，你才會感覺到那個心臟突然就回來了，就是沒有咚咚咚的跳。在平時走路的時候，就像是剛跑完3000米的感覺。對，還有一個呢，就是頭疼，特別的疼。對，就是疼的晚上睡不着覺，所以呢，這次我也帶了很多的藥，海諾呀、葡萄糖呀，然後但是我覺得最有效的其實是可口可樂。是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們倆這次買了幾聽可口可樂，反而喝了之後會感覺高反好了很多。就是因為它有糖嘛。對，其實葡萄糖也是糖。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小 tip。
所以說呢，如果有人想去体验这个去拉萨的火车旅行的话，其实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，我觉得，因为除了我们两个人其实高反不算是特別嚴重了，但是火車上已經有人就是開始嘔吐，然後就是甚至暈倒。所以說你如果要有基礎病的話，要謹慎。對，尤其是這種什麼有高血壓、心臟病的，就很，我覺得還是不建議去的。那我們這次在火車上是睡的軟臥，這個軟臥呢是4人一間，我能找到最好的這個房間就是軟臥了。本來是想搶上鋪和下鋪，我們倆是一邊的，但是呢這個系統就沒辦法給我們倆分為全是上鋪，可能下鋪都被人搶光了吧。晚上睡覺的時候呢，我覺得這個床鋪確實挺軟的，我們倆都覺得挺舒服的，但是整個環境很熱，燥熱。對，燥熱。就是熱到你晚上睡不着的那種，然後你會因為很熱，就是全身出汗，然後就半夜又醒來，然後你又不能脫衣服，因為還有陌生人。對，那個被子雖然是很乾淨的，但是我們倆都沒有蓋被子。整個空間因為它的那個通風雖然有通風口，但是它的這個風你沒有感覺有風的流動，所以整個屋子很悶，而且很乾。說實話，從西寧到拉薩這一路，我覺得這個乾燥呀，已經到了一個就是你呼吸都覺得那個空氣非常乾燥的程度，你怎麼喝水都沒有用。是，然後在路上我的嘴唇都已經開始乾裂了。那這個火車呢，還分為就是硬臥和硬座。據說這個硬臥是6個人一間，就是那種你可能睡在裡面，你頭都不能抬起來的那種。上中下。對，就是真的很擠。那我們4個人都覺得一個房間很擠，那6個人可能就更擠了。硬座呢，就整夜一天都要坐在那個硬座上，那我們也看到很多人就確實很累在裡面。車的噪音呢，其實我覺得並不是特別大，你覺得呢？對，挺安靜的啊，對。然後晃動也不大。那我們之前坐美國火車的時候，確實它晃動很大，但是這趟火車呢，就確實還是挺穩的。對，因為它可能是1層，因為美國的火車是雙層，對，可能它會更擺動一些。對。那聊一下這個火車上的配套設施，就是你因為要在上面待個1天1晚嘛，所以你需要的還是挺多的。它是有制氧的，整個火車我記得是從格爾木開始吧，我是能聽到那個突然開啟的風聲，我覺得可能是從那一站開始制氧的。它是整個車廂是彌散式供氧，但是呢，它也有單獨的那個制氧口，就是如果你覺得這個氧你覺得不夠了，我已經開始要有噁心的感覺了，你就找那個乘務員，他會給你一個吸氧管，然後你就坐在那個座椅上，開始把那個管插在那個牆上，就可以開始吸氧了。對，就像住院一樣。對，而且它是每一個床都有一個吸氧口，這種感覺有點像在醫院一樣，病號房嘛，病號房一樣。對，你每個人都可以躺在床上，就是你很難受嘛，你躺在床上，然後拿個吸氧管在吸氧。或者是如果你覺得還好，你就坐在那個外面的過道上去吸氧。房間裡和過道的這個溫度還是有差異的。你過道涼快，通風好啊，那個房間很熱，就所以到後來我們就是第2天白天的時候，我們倆都不想在房間裡待着了。那這個充電呢，每一個房間只有一個充電口，它是一個3向和一個雙向的這種充電。那它上鋪是沒有的，全都在下鋪，所以你必須要跟你的室友一起去共享這個充電口。另外還有就是房間外面的過道上會有幾個充電口。我覺得要說一下那個充電口，它下面沒有一個小托盤，就是所有人充電都面臨一個問題，就是它的這個充電的手機啊，不知道放在哪兒。對，而且最關鍵的是，再往下的是暖氣。對，你又不能把手機放暖氣上。對，它會炸的。對，所以說這很尷尬。就設計，你這底下應該放一小台，應該放一小台，然後手機放在這兒。然後手機現在放在這兒呢，是因為底下的暖氣關了，對吧？昨天就不行，昨天巨燙這會兒，你手機放着直接炸了。洗漱呢是有專門的洗漱的區域，它不是說讓你在這個衛生間共享衛生間去洗漱啊，衛生間就是單獨的衛生間，有坐的馬桶，還有洗手池、坐墊啊和衛生紙都給你提供了。另外呢，它還提供了這種身障人士的這種單獨的衛生間，我去看了，確實比就是普通衛生間更大一些。我覺得也是挺乾淨的，這不錯。對。然後它還有單獨那種蹲式的衛生間，可能就是有的人不喜歡坐着吧，覺得比較不衛生，所以就提供這種蹲式的。
那它对面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洗漱台，这种3人的这个洗漱台，水也是热水，就是我觉得很干净也很好，还有洗手液呀，还有擦手纸啊，其實都準備的很多。但是確實到了最後，就是大家用着用着都沒有了，也沒有就再續上，沒有再提供了。而且我發現我們倆在洗漱的時候，就是很少人去洗漱，我以為會很多人在那兒擠着去洗臉，大家都湊合了，我發現啊，對，但是到後來發現，就是有的人白天就是去就水沖一下臉，然後就走了。對，我也沒有看到人去刷牙，是，所以就其實不算是特別擁擠吧。對，但是不能洗澡。對，這很確定的是不能洗澡。對，但是我覺得就是在這種高海拔上，可能還是別洗了。對，也不用洗澡了。另外，這個火車上還有這個餐車，這個餐車呢，其實是提供了很多的餐食，從早餐和中餐吧，就算是它的價格其實還是挺貴的。但是我們倆並沒有吃這個火車上的餐食，就是我們倆自己帶了2桶泡麵當早餐嘛，然後午餐的時候也是自己帶的餅乾什麼的。就是根據我們倆的經驗吧，這個火車上吃的東西並不會太好吃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就是大家想體驗的話，就是可以吃一下那上面的東西，還有一些什麼茶呀，我是確實是看到別人也有買。我們留着肚子上拉薩吃火鍋了。對，很多人上這個車都是自己帶吃的，而且它上面其實是有就是不間斷就是提供熱水的，所以說你泡麵呀，或者是帶一些什麼，我不知道自熱火鍋這種東西能不能讓帶，不知道。對，但是呢，大部分人都會帶泡麵去拿熱水泡，但是我記得它上面的熱水其實燒的不是特別開的，因為高原嘛。對，就是如果沒有去過高原的人可能不知道，這高原的熱水其實燒不到沸點的，沒錯。所以呢，你只能拿來喝，覺得還不錯，但是泡麵呢，其實泡的不是特別的開，有點生麵。對。然後呢，還會有一些人帶一些其他的好吃的吧，然後就整個的這24小時把它度過去。對，而且大家還可能分享一下，相互分享一下。對，這也是這個坐這種長途火車的樂趣。那坐這趟火車到底適合什麼人呢？其實之前大家有一個誤區吧，可能是就是覺得坐火車過去會慢慢適應這個高海拔，但是其實我覺得不太是，因為坐上這個火車之後，馬上從2000多米直接上升到可能接近3000、4000，一直在4000多以上的這個海拔。對啊，所以說你會在睡完一覺之後，馬上感受到這個高反。對，而且它不再下去了。對，它就是一直在4500。對，然後一直到5000這個高度，然後馬上最後到3600的這個拉薩的這個高度，相當於給你拉滿了，直接讓你上到這個高度上。但是你什麼都不用動，對，你就坐在那兒就好了。對，我覺得應該說不適合什麼人。它不適合一些有疾病、有心臟病、高血壓的人，不適合一些完全不能接受無氧的狀態的。那適合一些你能適應一些比較惡劣環境的吧，我覺得。還有一個就是你一直懷揣着這個夢想，在你身體允許的前提下，可以考慮。上車之前要帶一些什麼東西？那我是帶了一些，比如說泡麵啊、可樂啊，然後水果呀。我覺得上車之後水果是一定要帶的，因為你喝水的話是完全不能就是解決你的這種渴。帶水果的話就可以補充一些維生素 C。我還帶了一些維 C 片，就是維 C 的泡騰片。這個可樂我覺得真的是就是能快速的讓你補充糖分之後，你會感覺好很多。還有葡萄糖也可以帶一些。但是其實我覺得，提前吃什麼紅景天啊那些的，我其實覺得沒有太大的效果。另外呢，我還帶了很多的藥品，比如說泰諾呀，還有一些什麼感冒藥啊。然後因為泰諾在你頭疼的時候，你肯定是會需要的，帶保溫杯就行了。對，還有一個保溫杯，對，因為你全程都要喝水嘛。那這個車上不好的點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來說，對我們來說，唯一不好的一個就是它不讓拍攝。是，就是從上車開始。對，從上車開始，它裡面的所有東西，它都不想讓我們拍攝，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的說不讓你拍。對，他說可以對着窗外邊拍，裡邊設施都不讓拍。對，但是我無法理解，其實因為他說為什麼了？他說這是他親口說的，就是乘務員說怕拍下來傳到外面被國外人學到我們的技術。這是他真的說的話啊！是這樣，這不是我編的。我們途中是有2個人去解說這個，比如說外面的景色啊，或者經過什麼啊。然後呢，他其實解說的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也是不讓拍。對，也是不讓我們拍攝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到最後他會帶貨。
对，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，就是它最后会卖比如说抗高原反应的产品，还有一个有一个画册。有需要的咱们做登记，1节车厢只登记1次，1支10塊錢，1盒裡面15支啊。稍後呢有登記的，咱們現在做登記，包括呢咱們這個航天員呢，您可以在出門旅遊前去喝。還有呢，咱們在現在呢已經出現高反的人群都可以喝的啊，因為呢它不是藥品啊，而且呢它喝下去以後呢會在20到40分鐘會緩解的啊。1盒150塊錢，裡面是15支啊。不感冒的情況下，1盒基本上是到達拉薩市區海拔到達拉薩市區高海拔1個人的量啊。有需要咱們現在做登記，像咱們現在難受的也可以喝啊，以備不時之需的，咱們到達高海拔地段的時候，出門旅行前去喝。每次上衛生間的時候，你會聽到一個好像是感應的一個東西，會一直跟你說不允許抽煙，不允許抽煙。但是呢，所以大家在下這個車站的時候，每次到站台都會很多人衝出去抽煙，一直到了最後到拉薩的時候，就是剛一下車，你會聞到各種的煙味兒，非常的濃郁，讓你在這個高原反應就是非常缺氧的時候，你還會聞到很多的煙味兒。只要一下站台就開始有煙味兒，就開始有人抽煙。你看，讓你在缺氧的同時，還要吸一口二手煙，而且現在還在站台上，還沒出站呢。最後呢，我要分享一下我們倆這次花了多少錢。這次其實很簡單，就是這個火車的錢。就是我們倆坐的軟臥，一個人花了是781，一共花了1562人民幣。但是呢，我們倆是從北京先飛到了西寧，從西寧直接再坐到拉薩的。因為其實從北京坐火車到拉薩的話，其實前半段是沒有太多的景色，沒有景色，而且還得再多一宿，還不能洗澡。對，所以說如果想看最精華段的，那就選擇從西寧到拉薩這一段。沒錯。那我們倆是選擇從晚上10點走的，然後第二天呢，你就可以看一整天的這個風景。如果夏天來，風景會更好。對，因為所有的湖都是藍色的，那它不會凍上。對，然後草呢可能還綠一些。啊，現在呢，我們上到唐古拉山口之後，這全是一片枯黃。對。就是現在因為沒有植物嘛，所以很多的風沙颳着，就是感覺空氣也不是特別好，然後很乾燥。但是我們也確實看到了有什麼羚羊啊，然後什麼藏野驢，對吧？藏野驢，然後還有牦牛、狼，對，這些動物就是在可可西里，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。對，就如果大家想體驗的話，這也是一種很有特色的體驗。對，對吧？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，它都是你旅途中的一個記憶嘛。對吧？特色嘛，對，到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的特色。我的分享就結束了。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，也可以在評論裡留言。對，然後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視頻的話，可以給我們點一個讚，讓更多人看到。然後歡迎大家關注我們的頻道。對，好，下一站更精彩，拜拜，拜拜。